懒得看电视，现在又没事，欢迎收听解密404，我是解密爱出事的泽维尔，我是解密小恐龙棒棒。解密404，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哦，要跟什么东西解释呢？解释为什么今天天气突然又这样变这么冷，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气象署也无法怎么样？因为毕竟呢，每次他们在讲说，一下大热天的时候，下个周末说，要寒流来的时候，大家一开始都不相信。是，那到底现在外面天气怎么样呢？让我们欢迎我们全民的大哥啦，我们解密404的主持人邦邦和泽尔，大家好，还有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居。哇，孟居大哥就是尽速的又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没错没错，因为最近台湾发生太多事情了，包含就是相对于就是这个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对就是发布了境外敌对势力到底是谁呢？就是中国啦。没错没错。然后在此之前，刚孟居大哥来的时候会冷吗？我觉得还好因为平常我以前曾经在美国、在北京都住过，所以我很喜欢那种冰天雪地的天气，是，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台湾很冷这样。所以期待台湾下雪，过度温暖，过度温暖嘛，会嘛？对啊，因为其实以前泽维尔的那个老师啊，因为他是加拿大人嘛，就是外籍英文老师，然后就他们每次说台湾的冬天真的好热哦，对，就是他们都穿无袖，真的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孟居大哥回来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从美国回到台湾啊，会像那个，因为像我朋友啊，他可能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就像刚那样一直写说太热了吧，没错。他说什么你们气象署说骤降，这没有骤降啊，真的26度算夏天。对啊，我都还穿短袖孟居大哥真的，我觉得除了台湾那个温度降到5、6度我会觉得冷之外，其他10度左右我都不觉得很冷，真的。除非下大雨啦，下大雨加上风很大，那还会真的觉得冷，体感会稍微降低。还好，对。所以几乎那个一年四季的那个衣柜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那个状态是一样的。差不多，对，真的，我今天已经算穿很多了，真加了一件毛衣，真的，哇，不得了！我那时候还穿，今天还穿了那个黑色，然后碰皮的衣服，这样。我里面还穿发热衣耶。对啊，我里面现在是发热衣。有没有暖包什么的？大白兔暖包。我有尽量不去拿了啦，尽量不去拿，怕自己过敏发作啦。就是真的，你会怕自己打喷嚏啊？对啊。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就是要穿暖一点。对，我们泽维尔也是挺敏感的啊，身体各种打疫苗也敏感，什么都敏感啊。这样子对这个台独的议题尤其对政治最敏感了，最近超级敏感。一方面台湾在大罢免，一方面对岸又一直文攻武吓，哇塞！刚刚开完2会，没错，对啊。孟居大哥有觉得最近哪个议题是你觉得就是这个我们要来好好看看，就是关注特别有兴趣？我觉得就刚我讲的，台湾现在在进行大罢免，各个选区都有35位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被通过第1阶段的罢免联署，现在要进入第2阶段。那每个我想每天大家都会在路上都会经过一些罢免联署摊位这样子，真的有的罢免摊位好像人不多，有的罢免摊位人多的不得了。而且大排长龙绕个2圈，真的非常的夸张。那这跟对岸。之前在办2会期间，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激起台湾的人民保卫自己国家意识，我觉得这个都有一些关系，这样子。某方面来说，他又在打广告的感觉，没错，在煽风点火，在办我们的大罢免天才火，真的，对，关系很接近了。没错，也就是说，今天在看到很多的比如说最近也是国民党立委啦，有很多的事物发生，然后并且呢，就是找到了某一些有趣的现象。这个现象呢，在于这个政治议题呢的攻防上面很容易看得到，包含 F 大事件，在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其实跟邦邦也聊了很多嘛。你看到这些东西，你会看到压起来吗？还是什么？可能跟工作一样会压起来。压起来怎么办？压起来怎么办？可能要调试一下自己的情绪吧，然后专注，先把情绪往后放，因为就跟影子一样嘛。然后先专注在解决问题上。对，而且我们的工作期就都会碰到这些新闻啊什么之类的。没错，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就会
就是当下就会生气。那你看你会常常听到我在那边可能有点骂脏话。毕竟各位听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事嘛，然后那个位置坐在隔壁啊。对啊，我发现你在看新闻，如果有情绪的当下，那个气泡纸压迫的那个次数会异常增高，应该是4月4月多吧？对，他自己就是胀起来。对啊，就比如说看到共谍又是就是判刑完之后，然后刑度又很轻的时候，就会啪就一连串。天哪，他们那边随便乱抓一个路人台谍可以判10年以上。我们这边这么轻，他们是真的共谍，他们是假的台谍，是真的很夸张。没错，还好现在那个军审制度要回来。要不然那些就是被渗透的军人、退休军人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哇太轻了。对啊，因为它危害的是国家的安全。就是觉得会觉得说，现在的整个台湾可能政府对于两岸的政策是往好的轨道上走。我想是越来越往正面发展，但这个其实我们在过去10几20年也没有想到两岸会恢复成变得这么紧张对峙的情况。前一次这么紧张对峙，我想是台湾刚刚被踢出联合国，以及中美断交，蒋经国总统执政的那个年代，之后台湾维持了大概30几年的好光景，比较和平，现在又开始紧张起来了。但这跟对岸目前的这一位领导人有绝大的关系的。对，我们民主体制，反正觉得当得好就让他继续当下去连任，当不好就把他换下个领导人，这样大家投票来决定嘛。这个我们的体制是很稳定的，但是对岸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换个人整个国策就不一样了。包括现在的中国人民，很多也跟我分享，真的10年前跟现在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真的。对啊，而且上次听到他们中共的外交部说什么，台湾没有总统哦，然后那台湾外交部直接接回去说，毛你那个算什么毛？经常在说谎啊，对，压起来，他觉得自己长官被失踪去哪里，他都交代不出来。欢迎大家，有什么可以讲实话的？大家一起给他开。对啊，台湾的外交部也给他开啊。那你觉得访广团成员被抓，我们要压起来吗？应该是要压起来吧，因为他是台湾公民对啊，而且那个完全就是莫名其妙的理由，什么25年前洗钱好像也很少，这在他们来说，这个9牛1毛，这只是随便抓人。就是完全比例原则上面不符合，他们完全要扣押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他是要给傅昆萁团长嘛，他是团长一个讯息。你不是说你是中央政府吗？你很站得住吗？我给你什么任务你都可以执行吗？怎么现在要被罢免呢？他就给他一个讯息。如果你真的被罢免了，你在广西在哪里的资产你就不用了，我们就收归为党友了。他现在已经很紧张啊，对。我去花莲那边的县民都跟我讲，他在广西好像是在南宁那边有很多的资产，而且是用搓汤圆搓出来的，都不是他付的钱，真的，他真的够厉害的。其实很多花莲县民非常的敬仰他。今天梦居大哥空手套白兰真的很厉害，这个家伙。对，一来就很多东西。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好了，反正就是那时候呢，应该是2月份的新闻吧，2月份的新闻，然后其实不久，我们中央的立委呢率领了一个到香港的访港团，是，然后当中有一位团员呢在香港那边被抓了，那给他的这个罪名，反正就是涉嫌这个25年前的一个洗钱案。是，那把人抓了之后呢，他们现在我甚至只能跟到1周前的最新进度，就是说不准保释这样子，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就是这个团员到底怎么样了，我们现在也没有下文。而且台湾政府要不要营救，跟营救的结果如何，都没有办法马上的得知。原因就在于，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沟通的那个管道跟桥梁，目前是很多东西原本比如说两会之间的那些沟通管道基本上都是中断的，因为现在是对峙的状态。我19年的时候不幸被他们套入他们的圈套，他也跟我讲一句话：两岸沟通管道中断，我不会通知你的家人。所以我就被消失了，就这样，大概就这个样子。那时候是有特别先跟，就是那时候有预料到有可能这个情况，有特别在家里说，我可能什么时候万一我没有再跟家里联系的话，你们要帮我多注意。我那时候是完全没有警觉性的状况，我就是跟平常一样出差，因为我常常去其他国家出差，不只是中国，就出差跟家人讲，我大概可能那次我就2天了，2天我会回来，然后到香港就这样交代，其他。怎么我不见了？大家只知道我去香港，怎么不见了？后续也不知道，一头雾水。就一去就1400多天就这样过去了。对，真的。这位女士多久不知道？那我认为这是某种人质外交。看看傅昆萁后续会不会被罢免？他对中共可能有一些承诺。他对中共承诺有没有实现？是，那我是觉得不太乐观啦，因为看起来他会被我们罢免掉，真的。所以会觉得说，这个陈女士就是访港团被抓的这个成员，她接下来有可能会碰到哪些情况吗？
我觉得他就是他们就是会给个理由，他理由就是洗钱这样，会把一个洗钱理由无限上纲，那会被判多久不知道，就完全是看后面的局势发展，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或许就算副公局被罢免了，他会私底下过去跟他求和，想救那个人，但我觉得他是个市侩的人，他根本不会想去救人啊，真的。花莲县民要看清楚这人的嘴脸，就真的是，毕竟我们从事实胜于雄辩嘛。那很多我们看事实跟现象的状态发生的时候，那孟居大哥想问你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访港团的这个陈女士，她如果有一些跟您的状况类似，因为两岸沟通管道的问题，再加上有没有可能她会被扣上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类似的帽子？我觉得她既然放出的讯息就是洗钱，她就会朝这方面去侦办这样子。但她已经扣了她一段时间了。中共体制是这样，如果你扣人30天啊，不管是国安、公安或国保扣人30天，如果你没有办他一个罪名，那个执法人员会被惩处。原来有明定在法律里面。30天是执法人员，7天是检察院审核，所以只要这个人被扣超过37天，他就没有机会出来，一定会办出一个罪名，判多久不知道。哇，完全看那个执法人员或者是他们上级长官的需求这样子。所以现在有可能就是这样怎么说，凶多吉少嘛，就是不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看到陈女士。对，她至少会像我一样被判个1年2年，这个算轻的。这个在他的眼里，3年以下都算轻的。是因为包含那个八旗文化总编辑也是一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一审已经开始审判，然后这个状态就是感觉好像是每次他们的异议人士还是如何，或者是台湾人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反叛组织嘛，对他们来说是反叛的团体。那我们台湾人过去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就会跟孟居大哥一样被复制这个状况，这样听起来是如此。那孟居大哥想问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如果你们犯罪的事实并不明确的时候，当这个帽子一旦被扣上，那这个罪犯还能称之为罪犯吗？我觉得中国大陆人民他称呼比较好，良心犯。就像在海外有很多中国人民成立的一些网站，就良心犯，他会收集这些以言入罪、以思想入罪的一些华人、台湾人和香港人。因为这几年因为2019年反送中之后，香港的政治犯、良心犯暴增这样子，所以很多他们都会称为他良心犯这样我觉得这样的称呼会比较贴切一点。那不管如何，这些人因为他在我们民主国家都不算犯罪，甚至在某些族群来说，他们算是英雄。我们应该有多一方面的管道去声援他们，让他们在里面的精神一方面可以受到安慰，一方面中共也会因为这些国际上的压力，而对他们在里面的待遇稍微好一点，也有可能让他们被提早释放。是，所以孟居大哥那时候被中共这样子关押的时候，有感受到台湾方这边的可能努力或是营救等等之类的，然后有让事情变得比较顺利吗？像我那时候的所有的讯息都被他们 block 住，他们不会跟我说真话。但透过律师，我知道外界好像对我的事情有很多的报道，那我就大概心里就会有数了，这样会往好的方面去想。这样，那多少多少，只要外面有报道，当事人多少在里面会听到一些讯息，包括有时候监狱或看守所管教会找我谈话，他们也会透露出一些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如果外界有一些波澜的时候，其实内部其实他们讨论之间的声响都会让您知道吗？对，那他们也会对当事人待遇稍微好一点，他们非常关心，比如说他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是，对，真的非常的关心。所以如果血压一高，赶快就丢药给我吃。所以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依靠外界，甚或是我们这些民主国家人士当中，可以敲锣打鼓，把这讯息大量的放大，让里面的人其实可以有所帮助的。是的，对。所以那时候接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内心会真的会好很多，就对心理的帮助也会有。最怕就是无名小卒啊，在里面最恐怖不是在外面被消失，是在里面被消失。有人曾经分享他在东北的监狱，然后他那一次去，就像都是我们台湾的那个新训中心，会下基地的时候会有新兵训练中心带几十个人下去嘛。监狱也是一样，一批可能40几个人。然后那个人跟我分享，他是前受刑人4个月之后，他们发现一起进去40几个人，好像有10几个人不见了，太多了吧？后来他们私底下讨论那些不见的人都是没名没姓没家人的。
这个我们不想往坏的方向想，但是国有器官我们都看到了，会不会是那样子？这是有可能的，对。所以感觉好像他们好像被分批，因为他没名没姓，所以他呢无关紧要，他们的生命存不存在，没有人会看得到，或者是等于就被后没靠山了。没错没错，所以他就只能被拔除了，比如说国有器官的状态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些罪犯的生态是长这样的话，那这些良心犯在牢狱里面、黑牢里面，那当时候依照孟居大哥的经验，要怎么去看这个生态的部分？比如说这个牢狱里面，它有分几种嘛？就是关押的区域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些人到底要怎么脱身比较好？这个一个人在中国被消失，通常会分3个阶段，一个是指定场所监视居住，这个阶段就是要确定这个人罪名。我想那个陈女士在香港被失踪的陈女士，现在还在指定场所监视。这些阶段这样子，那第2个阶段就是你确定罪名之后，会把你看到看守所。比如说复查，他现在已经消失整整2年了，这样子，那他应该已经被确定罪名，就是煽动颠覆国家罪。那现在是在看守所等待审判确定刑期的阶段。第3个阶段就是法院已经判下来，那你刑期如果过长的话，你就要被送到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就是每个监狱都是一个集中营啦，就是一个强迫劳动的场所。比如说我被带去广东的肇庆监狱。我那个监狱有20个监区，我的监区有3层楼，第1层是都是工厂，每一层都是工厂。第1层是做达尔优，我很记得那个公司叫达尔优做的键盘、鼠标，他们叫鼠标，我们叫滑鼠嘛，这样子，你都想不到这样的电子仪器竟然会是在监狱生产的这样。那这家公司我后来出来 Google 一下，这家公司是在东莞的这样子。我在那个监狱在广州，所以他们业务是往来很频繁的。我那个第2层是做被动元件，我之前刚好从事过这个行业，这样子，在这样的工厂待过，电阻、电感、电容，竟然在监狱做。我在第3层做的是网路线和电源开关。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它是电子零件，但是它供应给很多电子器材，包括你的麦克风啊，你的这个调音的设备，都要用到这些电子元件啊。所以我们身旁会充满了 Made in China， 甚至是强动劳动的产品，这是值得大家好好去研究的。所以在那个黑牢里面，有可能就有一些监区，然后这个监区可能是提供这些所谓的电子公司或者是代工公司，他们是免费的劳工。毕竟我们前几集都说过了嘛，就是他们薪水发不出来，甚至还发消费券的状况，所以这些免费劳工对他们来说是一大注意。反正他们也出不来了，就只能在里面帮你就是做这些事情了。的确，黑牢的问题，等一下也真的是很想好好来跟孟居大哥聊一聊。但是我想说，就是回到最前面的部分，就是想说，因为其实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蛮多人就会讲说，那可能他最近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娱乐的活动，然后就可能想去香港一趟，或者去中国一趟。那孟居大哥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就是最近可能也会想要去中国走走啊，或香港走走啊，你会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当然会有了。如果平常这个人就是在这边就是比较奉公守法，也不平常不像我们会发生。那我觉得有一个评断指标，你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你的名字，有没有出现一些好像比较敏感的你自己发出的言论？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放心的过去这样。有的话，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到那边之前，先准备空手机，不要带平常使用的手机，因为如果你不幸被盯上，你的手机就会有可能是他找出罪证的一个工具。这样，像我就是从手机找出几张照片，就说我是台湾间谍，这莫名其妙。对，对，就算你20年前、10年前拍的，他都可以拿出来当做证据，真的。你在路上挥舞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这个叫分裂国土罪，对，没错，就是不断的看图说故事啊，这是中共最会做的事情。然后那个行李箱要那个出去前要看3遍。对，那知道共产主义的执法人员，共产国家执法人员，他可以把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无限上纲到很大，这是我们民主国家所没有的。这一点必须大家要非常的清楚的认知到这一点。毕竟他们所谓的刑法跟刑罚的解释权都长在这些所谓的执法官员刑法跟刑罚，所有的法条都是都写得很模糊，这样子。
就是让他们有很多的解释权，让地方执法人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自行解释。这我觉得很夸张了。他们把这个什么罪犯啊、罪罚变成一个所谓的政治创作了，我觉得，对吧？然后他们每天，今天我心情好，我就少判一点；我心情不好，我就多判一点。整个就是看自己心情决定。是外面敲锣打鼓，这个人不要动啊；外面什么都没有啊，这个人可以杀掉，这个人就可以。对，强迫劳动。对。所以到底那个黑牢，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它有这个关键词，对，3步骤进到了黑监狱里面，是，然后又有3层楼，所以整个我觉得嘎嘎最神奇就是我们到底有看到几家厂商，我们厂商名字可以有多少家？也有一些海外中国人，他曾经有列表出来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海外中国人，他跟我分享，他当年曾经被关押在东北的监狱里面，他们的监狱几乎全监狱都是在做纺织品、做衣服。后来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帮一家天津德泰腾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做的纺织品。这家公司我刚刚在网络上也查过了，是它在上面竟然大大来写着，他们公司拥有一支团结协助、勇于开拓的骨干队伍，然后公司旗下工厂，它合作生产工厂多达200余家。所以那200余家会不会都是监狱里面？我至少有人证的，但是200余家都是在监狱里面，这是有可能的。那他们的生产基地遍布东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哇！我在东北就有3个目击证人跟我说，他们帮天津德泰公司做衣服，那他们的旗下的都是做出口为主，到美国、到欧洲为主。你看我这边，它上面还有大大的印出他们的主要客户 Macy's， 美国这么大的通路，太夸张了。Stitches，Oh my God，TJ Maxx， 大家上网查天津德泰公司，对，真的，哇，不得了！我觉得这个是国际事件啊！你穿的衣服是中国那些这么可怜的罪犯，也不是罪犯，可能大部分是良心犯，是所辛辛苦苦用他们的生命，燃烧他们的生命做出来的强迫劳动产品，这样你穿的安心吗？真的，哇，好恶心哦！所以他们的监狱是他们的各省分公司哎，所以你觉得最旗下就是出来外面大家看到的这些品牌厂商，他们会知道他们的原料哪里来吗？我想他们不知道啊，像天津德泰肯定不会跟他们说真话嘛，他会说是我们的工厂生产的，但不会跟他说我的工厂是在监狱里面的。是，但天津德泰一定知道他们的工厂。那这些东西就牵涉了中共如何控制他们的执法人员。比如说我曾经在被他看守所，这件事非常的荒谬了，就很巧合。我第一任室友是佛山监狱的典狱长，他怎么进去的？就是监狱强迫劳动的不法所得贪污罪变动进去，应该是被判无期徒刑。这很直接坐实了，这很闹哎！这东西中共有时候会抓人，有时候是利诱他去绑住他的执法人员一种手段。另外一种，如果你不听话，就这个理由把你抓起来。是，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的。我让你有钱赚，但是你有可能因为这个罪名而入狱。我让你犯罪，然后我今天我要割韭菜，我哪个地方国库有点亏空的时候，反正我手上握有你的证据。是，他们跟我讲一句话：谁没有，大家都有啊。看你有没有站对队伍而已啊！又牵扯到中共的内斗等等之类的。真的，我们这一集揭发出太多内幕了。哇，真的好厉害哦！监狱是分公司的典狱长里面全部都是跟贪污有关，然后中共可以随时因为要控制这些官员，就把你抓进去，所以他不得不执法。对啊，对，所以一个监狱可能大概会有他多少员工？对。我像我那个监狱，那个肇庆监狱有1万人啊，20个监区，万名的免费劳动力，很夸张哎，真的就是这样，他省很多钱呢。对啊，而且刚刚我们说监狱它有3层嘛，就是每一层在做的东西不一样。那所以你们被分配到哪里做什么样的事情，它是还要再经过一个什么能力检测之类的或审核？没有，他们就也不知道，他们反正全部都是黑箱作业。你为什么会被分去这个监区，我们也不知道。就他们怎么分就怎么分。那他们每天工作就强迫劳动几小时啊？我想是每个监狱不一样了。比较大的城市的监狱可能待遇好一点，他们会说比较文明一点。像肇庆，因为他的那个广州旁边嘛，稍微文明一点，7点到5点半。那我在东北听说有7点到半夜的都有这样子。哇，就不让人家睡10个小时，10个小时多。对，那每个人就是一个强迫劳动的机器啊，就这样子。真的人每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他活成这个样子真的很可悲啊。因为上次听到梦居大哥讲说，如果你的年纪过大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让你可以就看似自然死亡的那种强迫死亡方式，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不人道。这个大人矿啊，
就是一个大人狂。对，我们在民主自由的社会，真的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而且重点是他们的武统言论非常的夸张，就渗透到我们的不管是中配啊等等之间的这些拍影片的这个状态。然后他们的武统言论包含其中一条叫做留岛不留人，所以当很多的台湾民众还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台湾人民可以不用留着的概念，不管是抓起来还是生命的消失等等，这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等于说，如果他们今天真的给他们踏上，就给他们的军队踏上台湾的土地的时候，我就看你，我觉得你适合去纺织业，你就去纺织那个工厂，没错没错，那个监狱你电子你就去那个电子那个工厂，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各位听友们，就是你的那个6都啊，会变成6大最大分公司这样。然后他就会说什么我们在什么台湾、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我们都有什么一支团而有力、团结的队伍，然后为大家做这些这个产品的制作。好恶心哦，这种感觉。所以他们这几年赚了这么多外汇，就这样来的。当然有一些是真的中国公民，他们辛辛苦苦创业出来，不否认有这么多，也有很多不错的企业是中国公民靠中国公民自己的力量创建起来。但有很多就是这种强迫劳动，这等于是一个不公平贸易。是，希望川普总统再强硬一点，对，是削减一些。我知道这前2天他们削减了一些国际的媒体的预算，这样子。削减预算同时要注重中共长期以来迫害人权、强迫劳动这个不公平贸易，这应该是川普要打击的项目之一，不然他不会对中国课这么高的关税。我想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子看看中国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反应。如果没有正向的改善，它会继续不断的叠加。对，没错。就是让他自己都说了60%。我的确原本会觉得说，因为不是会有很多可能成衣厂或者是那个服装品牌会出来说我们拒用新疆棉什么什么之类的，原本想说这些厂商就是现在发现不只有新疆对啊，是各个省份的监狱都其实要纳入考虑，全中国都是，他们一直在增添经费、添加经费来盖监狱，为什么？所以什么中国的监狱等于工厂，劳动力便宜，根本便宜在这里。是，又有一个讽刺的故事，我隔壁关了一个人，他是广州梅州的副书记，他之前曾经当过财政局长，在他任内他竭尽所能的拨出一大笔经费，干嘛盖梅山监狱？就最后他自己被抓进去，判无期徒刑，要在他自己盖的监狱待一辈子。他进去的是68岁，真的。听说他被送到监狱的时候，全副这个10几个武警全部枪支上膛，他曾经是盖那个，他被监狱吧？真的。哇，这是颠覆我的认知！我为自己盖了，颠覆我认知。我为自己盖了一座坟墓的具象化。对，真的，我帮我盖了一个牢笼。听说在里面，他就跟他室友每天抱怨，他为共产党牺牲奉献了这么多年，到老竟然这种下场，无限感慨，无限感慨，只能跟着一个人分享。他是站错边是不是？有可能。我发现我那个监狱好几个，包括广州市委书记叫他汪庆良，还有深圳市的副市长，包括那个梅州，好像那边都是高官，好像都是客家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人在清洗广东的客家班这样。哇，北东西客家人怎么待遇这么不一样？这样，所以知道是因为狱友是有时间，然后互相聊天的嘛？对，因为狱友会互换。为什么？因为有人下监狱之后，就会调一个人过去补这样。所以狱友是互换，大家就互相聊之前的狱友是干嘛，所以会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有一个狱友，他很可怜啊，是，他被在里面足足待了7年了。哇，他关过的一起关过的人超级多，他就跟我讲超多事情了。所以他进去的时候本来很英俊潇洒的这样，我出去的时候找了他家人，他把他年轻的照片给我看，哇，根本2个人。我看到照片是黑头发、英俊潇洒，我在里面看那个是个秃头、头发全白的老头子，真的。哇，被折磨的。所以孟居大哥出来会可能帮忙狱友，就是联系一下家人，告诉他可能近况，或是还在。如果他敢委托我的话，我都会愿意去做。我的确做了好几件，对。狱友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战友的感觉？就是会互相，反正同病相怜吧。在里面大家都会讲真话，在那种状况没有人会讲假话了，因为他已经失望过了。对啊，人之将死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其言也善这样。所以就变成是他原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做坏事，然后盖监狱，然后等于分公司的工厂等等。他做尽这些坏事的时候，结果自己被抓进去，把自己搭进去。原本我们看的所谓什
什么高官落马，什么大猛虎落马，就是可能真的是很高层级的那些人，但其实这种状况在他们可能中间层的那些高官都是非常的平常应该说官场上面他们都是在被割韭菜的对象。每个人都有风险，应该这样说，对，不只是高官，我们一般民众连我都出事了，我只出差1天了，对，那还有谁没有风险的？真的，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对。那至于你身上风险系数多少，这每个人不一样，或者是他高兴就想抓人，不高兴就懒得理你这样子，对，就是人治社会嘛，这样子。是。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评断的，比如说前阵子两会，这个叫敏感时期，你尽量不要进去。两会时间它就是会严管，对。我为什么会被抓？我那时候是反送中时期，他就是要严打严管，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经验，也没人跟我讲，我不知道。那现在已经这几年这么多例子了，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了，这样子。那我想还是有很多人需要来往两岸去做些生意，但这几年我知道很多台商外资都陆续撤出来。而且现在看起来就是只有撤出来，进去的太少了这样子，除非你脑袋不清楚，这样听了这么多人故事，你脑袋不清楚，或者他就是统统派，被中共的党媒、官媒、抖音这些东西给洗脑了。那现在我们就祝福他们这样子。刚刚提到的关键词就是两会，而且两会发生的时候，就是我发现就是两会提到台湾这件事情真的是超多变的真的。今年台湾的戏份是不是特别足？就明明我们也没有要去演，对，但我们的戏份好像很足我们戏份是怎么足的呢？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台湾省代表台湾省对，然后陆委会说他们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那什么意思？对，就自己创造出了一群演员当台湾省的代表，这样。那他的口音这个其实每年两会都有了，没错，今年他们好像戏份更重了一点，是，然后还让他们发言，对比如说有个沈阳省的所谓的台湾代表，他说要欢迎台湾的年轻人来体验一下什么是中国式民主。哇，好可怕！说哎呦，笑死了，他不是就是没有吗？没有人敢反对吗？你敢反对就不见了嘛，就这样子。通过就鼓掌这样，除非是上面交代你要演一下啦，说就反对一下这样。是。特别点名，你今天是负责要举那个稍微1-2票反对的那种，这样子，或者是体验一下几乎100%的这个得票率。对，这个叫中国式全过程民主。哇！真的是全过程体验100%的得票率，其实某方面来说听起来真的是蛮好笑、蛮爽快的。我想真的去体验过台湾青年，一回来肯定赶快签罢免联署书，是这叫什么民主？我不要这现在台湾发生了，我对100%得票率没有什么兴趣。对啊，因为那个100%得票的那个民主，外国媒体在那个中国访问的时候，真的是闹出一大堆笑话。那些什么人大代表、什么代表，只要听到你得票率多少，然后说我们是一定会上，然后什么100%的时候，就会笑掉人家大牙。哇，对，你们的民主对，然后这些就是酸民直接跳出来说什么这些网民嘛，然后直接就是键盘攻击各国的民主国家，说那个国家的总理是少数总理，那个是什么少数总统啦，相比他们中国式的民主如何就没有这么高得票率等等的，对啊，就还被酸呢。中国人民对执政党的满意度高达97%，世界最高。真的是天大的笑话。对。那回到两会，好像除了那个我们台湾省代表，是不是我们这个他们的外长王毅也特别喜爱台湾？对，没错，讲了13遍的台湾。哇，你侬我侬对啊，你中有我，我你中也有你，这样爱死新台币啊，真是。对啊。而且还讲说那个新台币什么，有一些网民直接在那边讲说，哎呀，这个新台币等到我们武统过去，这个新台币就要废掉了，这样。哇！所以会觉得说这一次中共大动作就是把台湾好像搬到台面上，一直讲，然后各种语带恐吓等等之类的，会觉得说今年的动作特别不平凡。我想2-3年前就有人预测了，因为中国的经济民生在疫情之后每下愈况，而且到了快要崩溃的临界点了，而且台商外资一直在出走，因为他太倒行逆施了嘛，所以他很有可能会因为他内部的经济民生崩溃、民心思变之前，他可能要转移目标来打台湾，这真的到现在还是一个可能的选项。这样，我认为他这次的两会可能就是要凸显出这样的，但他不会告诉你真话，但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这样。觉得台湾还是要练兵备战，要想这几年要特别的小心，这样。鞭台湾几下，觉得再把台湾拿来当我的那个护牌，拿来当我的盾牌。没错，你看我修理台湾，很多中国公民跟我讲，如果他打台湾几个月打不下，那中国一定会内乱这样子。他们在等这个时机，所以这个东西对。
结果可能是两极化这样，但我们要朝好的方向，对台湾好的方向去发展嘛。是，我们不要去怕他打来真的，但我们要准备就是了。没错，台湾的国防问题就不畏战这样。对，所以为什么这次很多民团要发动大罢免行动？我们要把弱化台湾国防安全的一些不肖的立委给赶出去。我们要用公民的力量，用政府的力量，用真正爱台湾的立法委员来定对台湾国防安全，能够加强台湾安全，把那些中共的一些认知作战、灰色地带的一些不良的语言、不良的人给排出去，这样是，而且刚好也被这个美国的参议员给点名嘛，就是说什么台湾的某个相关政党啊，然后做了某些事情弱化国防之类的这些评论等等也是有的，对，这些有些人很明显就是被收买了嘛，这尤其花莲那一位置，他就是病毒嘛，然后徐小新都说这么清楚了，就他自己也感染病毒了，还没有反省，对，那也是出去好了。对而且这个外长王毅啊，中共外长王毅不是也说什么中国台湾省嘛，就一贯的论调。这时候就很想说，所以台湾的网友就这样压起来，就跟工作的时候一样，说压起来，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省了？我怎么不知道之类的，对啊。然后就是说联合国席次谁先谁后还是个问题嘞。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这个言论吵很凶，内政部长压起来嘛，对不对？各种压起来嘛，对不对？这个莫名其妙，以中华道统来说，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5个创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耶。是，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小儿嘛，开什么玩笑？是。但就是他们可能会说，所谓的不承认台湾独立或不承认台湾独立怎么样？或许台湾现在在所谓的国际名字上还不完全是一个国家，可是中华民国是呀。是中华民国从历史上就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台湾就是我们的名字，真的是对王毅啊！哎呀，他不敢承认事实啦，对啊，因为原因就在于因为他们中共说了很多谎言来治国嘛，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创造一个假象，把这个国家的表象给他们的中国人民知道嘛。其实我们欢迎他来我们台湾省巡视，看他敢不敢来。那是他的邻居，直接来巡。他是外交部长嘛，他来台湾省有什么问题啊？他现在不就很喜欢巡嘛，共机共建绕台。对，是。然后我们希望他自己亲自坐上去嘛。可以亲自坐他们的工具，感觉坐上去好像就会有那个指定区域要干嘛发射之类的。只是在这个期间，其实比较我个人是觉得蛮难过的就是看到很多我们的艺人，他现在还算我们的艺人嘛？或者是长着我们血裔的挺中共艺人，对，比如说欧阳 China 这样。欧阳 China 吗？必定会在央视春晚出现这几位这样，跪舔人民币，这很明显的。对，哇，真的就是会发布。有的几位可能是在台湾混得不好，只能去那边骗吃骗喝。那没办法，我们同情他的。那孟居大哥怎么看？就像现在台湾政府的举措，就是想要加强，比如说，如果这些挺中共言论的艺人，那他去查这个有没有中共身份证，这样。我觉得这次台湾政府真的硬起来，真的开始做对事情了。是过去几年，这个一些艺人、舔共艺人一直在发表这样类似的言论，已经不是头一遭，好多年了。这样，这次真的要硬起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这样一刀两断。那他们要选择去当那边红色的中国人，那由他们去吧，我们也不会说去限制他。那我就把他的国籍、户籍给取消掉。这样也不会让他们对我们的台湾舆论、台湾的民心士气造成有多大影响。尤其这几年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紧张。我们不希望也不需要这些会影响我们民心士气的言论和艺人来扰乱我们的民主社会。可是过几年之后，他们会跪下来跟我们求饶，真的看到。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就有人可能会说可是他们也只是在那边赚钱啊，那就是跟着那边的规定走啊，那其实也很可怜啦。那您觉得呢？但他们多少在背后有接受一些中共的指令如果说他不依照中共的指令去发表这样言论，他有可能就没有什么通告。很现实的，也是。但我要告诉这些艺人，那你可以去加强你的外语能力啊。很多国际级的艺人，像韩国这几年好多国际级的艺人在好莱坞大红大紫啊。那个可以去学他们啊，这样你的市场是全世界的，不是只有中国，不是只有华语文市场这样。是，也不需要这样子，好像给他欺凌这样。我想这些人内心可能也都有挣扎过这样，但最后要选择这一条路，那我们只能祝福他。是，那孟居大哥怎么看？就是有关有一些特定的人士，或者是某一些颜色的人士说，他们讲这样也是在发表他们的言论啊。我们台湾不是说保障言论自由吗？比如说上礼拜那个陆配雅雅的事情闹得轩然大波嘛。是，我们都觉得他主张武统台湾。
这个在中国讲，可能那边会觉得是某种言论自由，但在我们这边是危害国家安全，甚至就是恐怖分子的。就像你在美国讲这样的言论，我要去武统美国，我中国要去打美国，那一样会被抓起来吧？恐怖分子吧？像美国这几年从9月1之后一直在严防恐怖分子，有相关的言论，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枪支，你在网络上秀出相关可能会恐吓到不管是民众或者是国家的一些言论，一样会被抓起来啊。所以这个不是言论自由，这是危害我国的国家安全，是对影响我们的民心士气，必须。我们已经非常非常客气，没有抓起来，没有把他当共谍抓起来，就只是驱逐出境这样而已。这样竟然还有台湾的立法委员，你的中华民国薪水的立法委员去声援这样的陆配的言论，说这个是言论自由。那你怎么不去声援那些这几年受冤被抓的台湾人呢？比如说我根本没做什么就被抓了嘛。每年像陆委会上礼拜才公布，2014到2024年到今年，只不过在1年的时间就70几位台湾人莫名其妙被抓捕，没有理由的。那总统赖清德也说，真正的数字是数倍于此。我私底下得到讯息也是数倍于此。其实有很多位家属在当地，在中国内地被失踪、被抓捕的家属来跟我，就是算是经验传承吧。这些我发现他们都没有通报政府，没有通报陆委会，就是也就不在这72人里面就对了。所以真正的数字，我觉得不止数倍，可能10几20倍都有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正视这几年进入中港澳，不管是出差、旅游、工作的一些人身风险，什么小小理由都会被他无限上纲，端看这个执法人员需不需要业绩。是这样听起来，言论自由的这个底线其实就是国家安全跟国家主权了。应该说，现在台湾政府的相关一些举措啊，我觉得可能可以从一个点可以分得出来，这到底是在保障什么自由？应该说，自由有就是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嘛，一个是 freedom， 然后一个是 liberty， 然后一个是自由权的概念，一个是自由的概念。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法律专家可能或者是法律学者相关都有评论，就是台湾现在的举措有可能都在保障自由权，因为自由权是得来不易的，它必须要基于国家的主权跟国家的安全之上，人民才有自由权。所以当听到这些什么中配雅雅、什么武统言论啊等等相关的中国这些武统人士的时候，这些言论都会危害到这个最基础的底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台湾政府现在硬起来，可能是其来有自。我那时候我很喜欢，就是最近这些新闻当中有一个检察官，他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你不能一方面说着你要毁灭，就是你不能一方面在做你要毁灭这个国家的事情，还奢望这个国家以他的法律来保护你做这件事情。我想说，对啊，就是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你都已经正在伤害这个国家了，却还要求这个国家要对你所谓的什么言论自由保障，对啊，超级奇怪的。就觉得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就是台湾人现在其实我觉得是越来越多人很清楚的去反映说我不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看到现在政府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吧，就觉得说终于等来这一刻的感觉，因为感觉等很久了，因为台湾我觉得之前台湾政府不管是哪几个领导人来说我们就不讲了，但实际上我们等了很久，因为台湾很过于温和的去处理这些所谓的武统言论好，攻击言论也好，或者是对于台湾的这些攻击什么的，就是各种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台湾政府都不做，或者是甚或听到某些学者的分析等等，就会觉得到底做与不做好像就是绑手绑脚啊，然后有一个反制的力量存在啊，那到底是该做好还是不该做好，就是我觉得可能都取决于总统要不要下这个指令吧。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台湾政府硬起来，我觉得大快人心。是的，目前这件事是必须得做的。尤其我们现在我们看到，我想大家都知道，每天都接触到一些新闻，下面很多网军在洗版，那个都是中共的大外宣的一些经费在做的事情。是，但他也有透过一些我们的红色代理人，一些名嘴啊、名臭嘴啊这样子来发言，这些都会影响我们民心士气，所以我们都要立法杜绝他们这样子。孟居大哥在台湾就是回到台湾后这几年的时间，有感觉到就是可能中共红色代理人，你有亲自可能很近的接触到，或是从旁敲侧击听到相关的事情吗？我觉得有些人也不一定是红色代理人，他是可能这几年跟中国的一些商务往来，让他觉得中国有进步了。那他接触到的人事物，他会去筛选。比如说刚才讲那些人权问题，他会假装不知道。他会一直想哪个地方有多好，这样子，我在那边做生意很成功，我赚到钱。其实很多人他没赚到钱，他只是幻想那个市场很大很大这样子。他就开始被自我洗脑了。他每天看抖音啊，一定会被影响的。是啊，这些人
他也不一定是中共大外宣经费，但是他洗脑成功的案例。这些人其实在我们周遭虽然一定都有，但比例虽然可能以大多数台湾来说还算一个小比例，但他们如果让他们这样，我们让他们的这样情况放任下去，它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到时候万一战争一来，那我们就会内部就会面临到很多认知作战。站队选对边或选错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这个节骨眼，我们现在已经面临了中共有很多文攻武吓的威胁，就必须要硬起来立法。用各种方式杜绝这样的现象一直在蔓延下去。那毕竟中共1949年会夺取中国大陆，也就是因为他的信息战、他的情报战，各式各样的渗透，历史借鉴吧，把国民党给彻底打败，赶到台湾来。我们不能让这个历史在台湾重演下去。我们现在就要做出更多的动作来防堵中共的各种渗透和心战打击。毕竟他的目标没有什么，就是台湾。我其实蛮讶异的是，我一直以为就是往来两岸的人，他们一定都是知道真实情况的，只是他要不要赚中共的那一笔钱，要不要收中共那一个好处而已。居然有人还在就是没领到钱，对啊，什么意思？先自我审查了。为什么没领到钱要自我自我审查，就是无限上纲自我审查，是比中共执法人员还无限上纲。哇，这个现象，我想大家这19年之后，很多人都感觉到这样。那孟巨大哥会同意，比如说台湾政府去禁，比如说抖音或小红书这类型的？我是赞成的，对。毕竟他们一直在宣扬中国的好，但是我们这边的今天的录影，如果上那个抖音会怎么样？404，我觉得会不会404我不知道。对，如果抖音可以让我们这样的媒体可以上去，那我赞成不要禁它。但他如果上不去，我们就把它禁掉，真的。他都审查，我们也要审查他，对不对？反向审查，反向审查。但那个滑抖音的时候，不是还会滑到什么中配各种爱国论吗？对啊，而且我最近也滑到就是各种中配的 YouTuber， 他就会讲说什么，哎呀，通台大桥啦，然后说或者说什么，哎呦，那个赶快来哦，台湾这边怎么样哦？还有这种开饮料店的，说我只卖中国客人啦。我心想说，台湾有这么多中国客人哦。现在真的是没有了呢。对啊，很难得还有这种感觉，东南亚人还比较多一点。你可能就是有移青来台的那个过程啊，这些中国人会用到我们的健保资源啊，然后就攻击那些连署的人之类的，就是然后才发现，他好像有中国口音所以他们还其实有设防想要先就是台湾口音想说先来学一下，但是有听出一些端倪，就听出中国口音啊，就比如说一点点的儿化音，加上某一些就是用词不太一样。对，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觉得语言渗透这件事情很严重，因为现在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一些他们用的词越来越接近小红书上的词，抖音上面的词，哇，超可怕的特朗普总统昨天宣布某某对，特朗普总统，对。那孟巨大哥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台湾从年轻的就小时候的这个教育开始有一些语言的渗透，甚或某一些国文老师都认为。我觉得，针对年轻人啊，影响最大就我们刚才说的抖音、小红书这种 APP 软体这样子，真的很多小学生、初中生都在看小红书。所以我认为政府一定要跟美国国会一样，就必须要开一个类似的听证会，那看有什么方式来禁止它或者限制它，不然这样对我们年轻人的渗透啊、洗脑，整个影响对他我们未来人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这个已经是国家安全问题了，我们不容小觑。因为这是真的超级严重的，因为你听到就是比自己年纪小的那些小表弟、小表妹，然后讲出那些就是只有中国人民才会讲的那些生活用词的时候，我真的当场吓到。你会纠正吗？我会纠正啊，对，我会直接说，这不是台湾用语。对。那你生活当中有遇过中配吗？我其实不怎么遇到，我其实不太确定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你说群体吗？对。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大概只有我只记得摊商，你传统市场看得到啊，对，比如说因为我很爱吃牛肉嘛，然后去买牛肉的时候就发现有，会遇得到。对，但我觉得至于中配还有一个我自己会觉得很严重的问题是共谍。是，就是共谍最近真的是，因为就是最近看那些新闻都会是明明就有被判刑了，可是到最后还是轻放，然后甚至台湾的刑法可能就一年多，然后后来就说还可以再缓刑，然后我现在就想说，中共这么大的威胁，为什么我们对共谍的态度是这样子？就轻放。对啊，那孟巨大哥怎么看？所以那赖清德总统已经宣布之后，就用军事法庭来审判这些人。我想那个对象还是要扩大，会更好。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些人被轻判1年2年，
他不会感恩国家，他会觉得关他1年2年这么严重，他会去做更多的事情来危害我们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用军事审判法来处理这些人。这是国家忠诚的问题。在两蒋时代，我们都知道会怎么下场嘛，直接就判死刑毙了嘛。虽然还是会经过司法程序，但死刑的无期徒刑的机会很大的这样子。那回到那个时候，那时候是两岸敌对，现在看起来又开始敌对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更强制的措施来防堵这样的一个红色警戒、红色的渗透到我们台湾社会来危害我们所有人的权利。所以这个叫 liberty， 我们要维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必须要牺牲少数人的他们所认为言论自由，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现在这些案子，还把它移交到军事法庭处理的话，会跟我们之前看到那些判共谍案，大概会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它肯定会加重很多，这样，比如说以陆海空军军事审判法，跟中国一样你只要是被认为是间谍的话，那绝对10年无期徒刑，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这样子。那现在不会像现在判个1-2年、2-3年，草草了事，这个真的是一点贺阻力都没有。可是有相关的有心人士说，这是不是这个赖清德总统要实施戒严了？那还不至于到这个样子。对，我想他不会像尹锡悦一样这么的贸然做事这样子，除非真的到了战争状态，那没话说这样子。战争状态，全民都要动员起来，这样全民都有义务来保卫自己心爱的国家。而且我那时候看专家说，其实欧美对于他们所谓的间谍那些，就是整个判刑，他们是基本的刑期是20年，然后对比台湾1年，就是刑度都很大。对啊，感觉现在就是台湾政府硬起来，这就是中共利用我们台湾太自由的一个破口来渗透我们台湾社会，这已经很明显了，这样，所以必须防堵它。孟居大哥先前就是可能还在往来两岸的时候，有看过所谓的什么共谍，或者是可能相关间谍的行动吗？那时候倒是没看到了。那现在会回想起来，觉得有些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也不一定是共谍，但他已经整个被洗脑了，尤其是在当地生根的台湾人，这些人很多人已经被洗脑了，这样子就被利用。这些人如果是两岸打起来的时候，他们角色绝对是很尴尬的。共产党也不知道。他没办法剖开他脑袋，知道他想什么。有可能也是把他当台湾人当敌人。那台湾政府更因为他留岛不留人这样，那现在有多少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说他挺共产党怎么样，讨厌台湾政府，讨厌民进党，绿共什么？这些人常常发表这样的言论，肯定我们会抓到更多他对国家不忠诚的证据。所以他们真的打起来，这些人是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真的。因为包含有一些学者分析，就觉得，这些就是反叛的人士，或者是就是伪国的人士呢，他有可能就是先死的第一批这样。对，有一些学者这样分析，话多的先死，对，话多的先死，或者是胖虎先死这样，就是走一个这个动漫的 SOP， 就是有一个比较礼貌，台湾人不都很礼貌吗？然后那学者就开玩笑说：“您先死。”对，我不急，您先死。50年中共建国发动的2个运动，一个土地改革嘛，第2个就镇压反革命，针对的通常这样正反，一开始都针对国民党的降将降兵。他再扩大到国民党的军公教人员，那时候没有杀的1953年也把他送到那个朝鲜前线当炮灰，所以就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些人一定要觉醒啊！你不要以为中共政权很仁慈，他现在表现出一片祥和样子，那是骗你的，真的。不信你像我一样到处去旅行，去跟中国公民聊天，看会听到什么。一定很多人都有听过了，只是他假装不知道而已，真的。那我的确也想来问孟居大哥，就是我们被旅游的那2年的期间，跟现在在后来观察中共，我们有感受到中共的再进一步的变化吗？就是已经不仅主在于就是那时候我们只是在被旅游那2年看到的中国而已了，可能现在的情况又是什么样？这几年我想，就像我当初预测的，有很多中国公民跟我说，今年是过去10年来经济最差的1年，但也是未来10年最好的1年，所以它的经济是每下愈况，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它不会有任何转横的一个余地，因为他把香港给打死了。香港过去就是一个他们金融中心，很多资金都从香港进去，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所以他经济不会好的。他经济在不好的状况之下，他社会就会出现很多动乱。我那时候我就已经听到河南以西的很多县长都超过1年没有领过薪水，现在听说这个状况是越来越严重的。但是他不会把这些事情给公布给外界知道。在里面人一定会感觉到那样很多很微妙的气氛。那这次两会其实看来他也没有什么太多重点，他的那个施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标新立异的地方，唯一就是针对台湾的一些文攻武吓好像会加强了。我觉得就看出这样的刚才说的，就是他有可能
会以攻打台湾为借口来转移国内的一些压力，国内的一些矛盾。毕竟他的国内幅员这么广大，矛盾真的是越来越深厚的。他做了这么多坏事嘛，那么多人做冤狱，连秦刚、李尚福这些人都不见了，活得死人，现在没人知道。那这矛盾是非常巨大的。中国公民也是很多也是脑袋很清楚了，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忍耐等时间这样而已。我们有对，共产党也不会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也知道，对，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来转移他的矛盾，内部矛盾这样子。那孟居大哥怎么观察？就是有可能这些中国公民大概会在哪一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新？我觉得打台湾就是一个点所以不要以为打台湾是坏事，真的，我们要勇敢起来，真的不是坏事。是10年后、20年后是个好事情，真的，我觉得。但这是一个前提是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守护这块土地，是，不能让它能够进犯，这样不能让它超越海峡中线，就对。是，所以孟居大哥，我们哪时候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化？您的观察？我打完台湾之后，没有这个没人可以预测，要不然说经济崩溃之后。那现在也要看中国公民敢不敢起来嘛？遍地开花，目前是不敢嘛，因为他维吾手段真的太激烈了。你说错一句话人就抓起来，然后把它分子化、原子化，他们没有办法聚集这样子。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怎么拿到政权的，所以他们就强烈的压制公民社会，压制言论自由。他们要把任何一点一滴有可能会失去政权的一点一滴全部防堵，这是他厉害的地方。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很厉害。这样。所以您看怎么样？两岸都会有那一战是吗？希望不要有，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对，终局之战。End game， 我们走到美国的态度很重要，我们的态度更重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也这么觉得。台湾自由阵营、世界自由阵营是复仇者联盟。那我要当钢铁人，我要当钢铁人。是，那我们要无敌铁金刚。真的，我们今天大白双面人还是要变形金刚。他这个双面人呢，就两面手法一直都是。是。哇，我们今天很谢谢节目上可以请得到孟居大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新闻世界的观点。哪边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呢？我们可以在 SoundOn、Spotify、First Story、Apple Podcasts、YouTube、KKBox 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陪着你下班，陪着你放学，陪着你度过愉快的周末，行车平安。那我们请孟居大哥跟我们听友们、观众朋友们说再见喽！各位解密404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下回见，国家，拜拜。